我曾经求助过一位校车司机教我在阿联酋开车，我和他只见过一面，连朋友都算不上。那天是阿联酋的国庆节，学校组织去博物馆的校车，结果朋友临时爽约了，我独自在空荡荡的小巴士上等了20分钟，以为活动肯定取消了。但没想到那位司机却主动询问我的意愿，换了辆小轿车送我一个人去了博物馆。途中我提到想学开车，他主动表示可以教我。出于不想欠人情，我提出按市场价支付酬劳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他是印度人，来到阿联酋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荒漠。他足够善良，愿意帮助一位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学开车，也足够勇敢，敢坐在没有副刹车的副驾，教一位对本地交通一无所知的人应对复杂路况。练车过程中，我把他吓了不少次，有几次贸然进入繁忙的环岛，逼停了左边的车辆，还有一次在晚高峰的 E311 高速上差点追尾，他一边惊恐地喊着 Brake Hard Brake， 一边脚下猛踩着不存在的刹车。在我第一次独自上路前一天，他不断叮嘱一定小心，别开太快，注意交通标志，保重。2个星期后，我顺利完成从沙迦到迪拜往返100公里的首次独自驾驶，第一时间向他报了平安。虽然我多次主动提出支付报酬，他却始终坚持不收1分钱。我问他为什么愿意帮忙，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我，因为我是沙迦美国大学的学生，而20多年前，正是这里的学生教会了他开车。他希望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。他做了20多年校车司机，热爱着自己的职业。他每天接送学生、教职员工和访客。曾经在机场接机时，用手写的纸牌迎接一位女士。女士问能否保留这张纸，他说：“可是我的字并不好看。”女士微笑地回答：“这是我第一次踏上阿联酋，你是我在异国第一个迎接我的人。我想记住这一刻。”他认为能够安全、舒适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，让他们拥有一段愉快的旅程，是再美好不过的事。生活中他也有苦恼，比如高额的交通罚款让他经常入不敷出。但他说没关系，虽然工资有时不够用，我勒紧裤腰带也能过日子。我们只活一次，所以一定要快乐地活下去。每当生活想逼他示弱时，他只能无奈地笑着说：“又能怎么办呢？”他每天都会和远在印度的妻子视频通话，从不缺席孩子的成长。他告诉我，下次休假时，他想送孩子们一只小狗作伴。我问他，想过回印度和家人团聚吗？他说想过，每次都说再待5年挣点钱，但5年又5年，结果30多年过去了。现在我已经跟印度社会脱节太久，回不去呢。我时常担忧未来，但他的态度却截然相反。不用担心明天的事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解决就好了。当年他来到阿联酋时一句英语不会，现在却已经非常流利了。他的人生经历过很多起伏，却依然乐观、豁达又善良。我或许永远无法真正感同身受他的过往，但我能想象他吃到一顿免费餐时的欣喜，看着路边草地上奔跑的小狗时的愉悦。我能感受到他在高速路上打开车窗迎风而行时的自由。就这样不停地开下去，穿过沙漠与群山，越过黎明与黑暗，日复一日，岁岁年年，然后再回到校园里。
缓缓停下车，为一只停在雨刮器上好奇张望的鸽子提供一次小小的校园之旅。난이남차는